把钱还我！哎，还我钱啊！还我钱啊！不，真的有钱，真的有钱。有啊！好多呀！这神了，太神了，这涌出来了！30万，真的是30万，真的是！我也打钱没有骗人，真是真的。精诚所至，皆有恩赐。龙年大限，神威无边；龙年大限，神威无边；龙年大限，神威无边；龙年大限，神威无边。气死我了！竟然用钱蛊惑人心，当他们傻子吗？把大家搞得人不像人。这个魔品，我非砸了他不可。这帮人确实可恨，但是有2件事我想不通：第一，那个魔瓶怎么会说话呢？第二，他们又是怎么知道你钱袋里的钱数的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也知道你钱袋里有多少钱。哎呦，真能吹！来，告诉我。25。真的假的？神神秘秘的啊！23、24、25，你怎么做到的，阿硕？你非要问的话，那便是我是专业的。哎，不聊这个，喝酒喝酒，来，熟能生巧嘛，来，喝酒喝酒。刚进红莲阁的时候有人搜身，这样一想，也不奇怪啊。这么说啊，在我们进红莲阁之前就被他们给盯上了。可昨夜并没有人失踪，也并无危险啊。那失踪的人都去哪儿呢？也许要跟一段日子了，但是下次得等半月以后了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休息，多谢款待。慢走啊，我不送了。想什么呢？我就是不想看到那些流民上当受骗。我曾经也跟他们一样，流离失所，每天做着苦力，身上的几个铜钱只够1天过活。虽然我现在在长乐有家，有你们，还有工作，也不愁吃穿，但是曾经那些忍饥挨饿、寄人篱下的日子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这些人不远万里来到长乐，不过是想在大院安身立命，可那帮骗子偏偏要夺走他们最后一丝希望。元墨，你是想让我把他们从红莲阁救出来？你这么聪明，一定有办法的。看在你最近大庸化有进步的份上，我试试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什么都难不倒你。你真好。
老于，老于，见过于大关主。何事啊？我有一份大礼相送。你拉倒吧，你还送我大礼？不把我棺材本骗走，我就谢谢你了。真是大礼！红莲社的事儿，知道吧？那王坤武都向我汇报过了，一有时间，京兆府自会去处理的。那还要等到何时啊？你很着急吗？啊！哎，你不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？流民一案设计多光，吃力不讨好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四方流民皆在我大庸失踪，我是怕大庸的威望因此受到影响。因此受到影响，你冠冕堂皇，一句实话都没有。你说这事你办不办吧？办，但不是现在。我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与大漠各邦结盟，共抵燕乐。鸿胪寺已经批准了安修义的提议。龙图奇觊觎无主绿洲，暴露了燕乐想控制大漠商路的念头。安修义的这一招结盟，恰好可以制衡燕乐，可谓是眼光独到。你居然替他说话？我只对事儿，不对人。不是，那红莲社那帮混账骗子就不管了啊？结盟可以从长计议啊，解救流民才是迫在眉睫。我问问你啊，这流民从何而来啊？为何而来？当然是从四方各邦为安身立命而来啊。那他们为何不在自己的家乡安身立命？自然是在自己家乡活不下去了，为了更好的生活才来我大庸啊。所以，动乱是流民不幸的根源，结盟才是解救流民的根本。我们是四方馆，团结各邦是现在全力处理的要务。至于这解救流民嘛，这的确是京兆府职责所在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我去了四方馆之后，就不能再带京兆府的兵了，凭什么？既然调过去了，那就隶属四方馆管辖呀。加上最近城里这流民又多，时有案件发生，我这实在是腾不出人手来。不，难道要我一个人去查流民失踪案吗？只要林叔叔肯把京兆府的人交给我统领，我保证我端掉红莲社，把流民全部都安全带回来。这流民加入红莲社，不过是互相慰藉，我看也没什么大事。红莲社蛊惑人心，流民沉溺其中，只会凶多吉少，怎么就不是大事儿了呢？那我问你啊，这些流民，有人死亡吗？有人受伤吗？有人丢失财物吗？他们报官了吗？都失踪了，还怎么报官？哎呀，尉迟啊，这京兆府每日接到的案件，大大小小至少几百件，而这大庸是讲法理的，没有确凿证据，连个报官的苦主都没有。你这什么红莲社，他根本就立不了案。等能立案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京兆府是负责长乐治安，但涉及流民，那就是鸿胪寺和四方馆的事。外务无小事，万一处理不好，会惹大麻烦的。你不帮我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哎，请回禀鄂国公，老夫尽力了。只要没从你这儿带走一兵一卒，鄂国公就放心了。西渊盛产松菌。哎，袁墨，我怎么记得西渊从安平2年开始就改种茶了？这资料什么年代的？准不准啊？不是，空空兄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尉迟华吗？你说他一个人在外面能行吗？要不咱去帮帮他吧？啊，咱去帮帮，走，帮帮他，做好分内之事。你小子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积极了？这老纪的半个月房租动力真这么大？怎么能是为了钱呢？
我玩世不恭的外表下就不能有一颗赤诚的心吗？不能。好，我就不能为了大庸好好说话。我答应了阿树查刘民，我怕他说我不务正业。把与武帮会盟有关的典籍找出来，带走。是。有啥仔细点啊？且慢，安舍人，这些典籍我们西院也要用的。你们别瞎耽误功夫了。我说安修业，又想吃独食是吗？筹备武帮结盟的事虽然是你提出来的，但是任务是老于交代下来的，我们西院也有份儿，好吗？西院也想参与啊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武帮之间现如今关系如何？各帮的现行制度是什么？双方互是什么商品？与我大庸有何共同利益？公务兄，告诉他，你说。你们就别弄乱了啊！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，还妄言筹备武帮会盟，不自量力。带走。是。公务兄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翻了这半天，你一句也没答上来啊！你不也翻了半天了吗？那你拦着他们呀！不用拦。安修义倒是提醒我了，咱们现在对武帮知之甚少，光凭这些陈旧过时的典籍，根本无法知晓武帮当下的情况。咱们得找一个通晓武帮事务者请教请教啊。授课。这是提升西院素质、短时间了解武帮事务最好的方法。老于，你可是最佳人选。当年若没有阿爷，出使燕乐的人就是你了。而且，你每天收到的都是最新的线报，我们也接触不到。元墨说的对呀，你往我脸上贴金也没有用。哎，我天天授课，我多大岁数了？我身体受得了吗？老于，除了你，放眼整个大庸，我想不到还有谁能有这个资格来授这个课。你若不答应，我这就去鸿胪寺，我去拜师。去吧，还鸿胪寺，还拿。我思来想去，二位如此好学，我心甚为啊。既然王舍人都提出来了，那我这就去上报鸿胪寺，申请一批传道授业专用款项，等待我的好消息。转变这么迅速啊？不对。老于头一回对公事这么上心，我真是。来，欢迎大家快跟我进来。王舍人，这边，小心台阶，来吧。这边。王舍人啊，可是有人啊等候您多时了，请吧。来，这边请。老于，那么半天呀？于关主啊，这是何意啊？你不是叫我授课吗？在这儿，地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寓教于乐啊！来，坐。哎呀，坐呀！来，都坐下啊！刘妹，哎，各位宾客，如意楼啊，今夜不唱曲儿，改说书听戏。大家就请好吧。好，来，座位给你留好了啊！教案都背下来了吗？背得妥妥的。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
长河落日，乱鸦飞渡。各邦争雄，五霸逐鹿。兄弟戏强，穷兵黩武。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一出大漠风云录。对。今晚咱们要讲的正是那大漠五邦的故事。说起这五邦，它原本只是4邦，只因那渊邦君主老迈昏退，以至于他的大小王子为了争夺王位，那是兄弟戏强，各起刀兵，分庭抗礼。开门！渊邦也因此分裂成了东渊和西渊。哦，原来讲的是渊邦分裂的故事。这有点意思，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那渊邦的百姓本不愿骨肉相残，却怎奈总有一人在两邦背后递刀子。此人不是旁人，正是那燕乐叶护龙突骑。哦，原来一直是龙突骑在中间挑拨离间。还好。话说那月影为与漠北交好，便将月影公主嫁与漠北大汗为妻。从此开这便是月影和漠北和亲的故事吧？可怎奈天不随人愿，漠北大汗是撒手人寰，月影公主被逼无奈，又嫁与了漠北的新任大汗。可是这新任的大汗乃是月影公主名义上的儿子呀。月影公主不答应，月影女王便想向漠北大汗提出要回公主。出来，你们给我出来！可是漠北大汗不允呐，因此月影便与漠北是断绝了关系。这新任大汗是月影女王名义上的外甥，后来大汗又娶了她的妹妹，那不成了妹夫了吗？龙突骑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他一边对月影说：“我燕乐认为月影女王与漠北新汗仍是姨甥关系。”转头又对漠北说：“我燕乐支持漠北新汗与月影女王那是平起平坐。”话说玉罗与东西渊那本是以河为界，只因河水的涨落造成了两邦的争端，因此玉罗与东西渊那是势同水火。动手啊！杀了他！你看，我打起来！五邦纷争不断，背后都有龙突骑的影子。好。于关主啊，合着这一晚一句话没讲，只叫好啊。讲得挺好，但不得不说啊，老于这办法确实好，一听就明白了。好。又要通力合作，这也是于关主的意思啊。于关主人呢？我要向他亲自核实清楚。再这么合作下去，还要东院西院做什么？干脆合并成中院算了，就不能各自安好吗？就是，有什么好合作的？你们西院凭什么？坐下。如今我们西院啊，可是今非昔比了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随便问我们五邦的任何事物，我们知道的可不比你们少了。我听说了，于关主给你们开了小灶，真努力啊，受教都受到如意楼去了。你管我们在哪儿听呢？好啊，既然如此，
你们西院总得拿出点诚意吧？3日后，把5邦使臣请到四方馆来，共议会盟之事，敢吗？凭什么我就去？哎，坐下。好，只要能让大庸和5邦结盟，西院愿意配合。那就静候王舍人佳音了。我们走。我刚刚那个气场都拉满了，一个配合，完了。我等皆愿对抗燕乐，可这玉罗人每每到这丰水期，都越境捕鱼。若要本使参会，这玉罗使者见到本使，必须退避10丈。我玉罗一向尊重大庸，本不该提出异议，但东渊、西渊2邦频频扣押我邦民，本使不想见到这2邦使者，其他的倒是没什么问题。我大汗已是月影女王的妹子，本使与月影使者必须平起平坐。月影与漠北乃姨甥关系，事关伦常，这一点月影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。哎呀，姐姐，其实你回去禀报，本使与漠北使者之间必须有上下辈分之分。连长科不必再说了。东渊、西渊本是兄弟，燕乐才是敌人。尊使和睦为了共同御敌，暂缓兄弟之争啊！要本使出席可以，但必须答应本使一个条件。尊使请讲。不与东渊使者同席。这东渊使者提出来的条件啊，玉罗使者根本就不可能答应。月影使者和漠北使者所提条件相互矛盾，满足这个就一定会违背另外一个。哎呀，玉罗使者提出不能见面，这不见面还聊什么聊啊？别提了，那西渊使者在我耳朵边喊了半个时辰了，我现在脑瓜子嗡嗡的。他们就不会好好说话吗？冤枉那多为山地，百姓们说话呢基本靠吼，要不然根本听不着啊。所以冤人以声音洪亮为荣。怪不得2邦谈不到一块儿呢，一张嘴就跟吵架似的。说正题啊，要是连5邦使者坐在一起都办不到，何谈结盟？哎，你看什么呢？怎么了这是？咱们这个花园长宽几何？怎么也得8、9丈吧？怎么，你想把会场设在这儿啊？这也不够啊！你别忘了，东渊使者可提出来了，让玉罗使者退避10丈。哎，要同时满足5邦使者的要求，那这个会场就必须得改造。快快快，去把安兄一叫来。哎，好嘞。改造？如何改造？我有图纸，10块钱1张，来买。我没心思跟你说笑。我也没跟你说笑。你若是有办法能同时满足5邦使者的条件，那你就当我说笑了。公子，会盟计划是你提出来的，只要元墨能帮我们办到，到头来功劳还是你的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图纸，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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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如果按照你的图纸改造之后，5邦使者仍不满足，我烦你。啊？10倍。感谢诸位尊使来到我四方馆花园庭院，共商会盟大业。下面就请诸位按照各邦的旗帜对应入座。
请吧。放心，他们绝对挑不出一点纰漏。这就是你说的能够同时满足5帮使者要求的会场图纸。嗯，你看啊，西渊使者要求不得与东渊使者同席，于是我给每一位使者都单独设立了一个凉亭，这样所有人都不同席，既满足了西渊使者的要求，同时又平等对待了每一帮。东渊使者要求玉罗使者离他10丈之外，哎，我们的花园南北对角距离刚好10丈。月影使者的要求要高出漠北使者1个头，那我们就把月影使者的凉亭建在高台之上。而漠北使者则要求平起平坐，那我们就把漠北使者的桌案座椅都垫高，这样月影使者既高出了漠北使者1个头，而漠北使者又能够平视月影使者。那玉罗使者呢？他可是见都不想见东渊、西渊2帮使者。这5个凉亭恰似梅花的舞伴，而我大庸则处花心，连通5方。实贯，直吧。方案虽好，但5帮使者相隔甚远，如何交谈？你还指望他们直接互相交谈？首先，对于诸位尊使的光临，于某倍感荣幸，希望诸位可以求同存异，齐心协力，共创天下的和平。我们5帮的关系，阁下应该清楚吧？若是谈着谈着吵起来了，怕这主人的面上过不去吧？尊使所言极是，因此我方特意设置了一个全新的会谈机制。诸位尊使呢，有什么会盟条件可强于身边的小吏，他会传达于我方。再由我四方馆的东西院舍人及同僚汇总大家的意见后，将讨论后的结果反馈给各位，如何呀？那诸位使臣，请吧。怎么样啊，安舍人？就10贯铜钱，真是物超所值啊！啊，臭小子，主意不错啊！我都想好了，明年四方馆招新啊，我就给他们出这个题。哎，我们好好考考他们。哎，想当公差就得解决这样的难题才行。我看他们也商量的差不多了，走吧，看看结果如何。东渊使者无异议。西渊使臣无异议。月影使臣无异议。漠北使臣无异议。来，上酒。
位尊使胸怀博大，能够摒弃前嫌，一致促成结盟，实属难能可贵呀！我大雍与武邦初会，便能达成初步共识，可喜可贺。我老于敬各位一杯。诸位尊使，安舍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吧？他就是我大雍鸿胪寺安少卿之子安修义。此次会盟就是他一手策划并操办的。真是年轻有为，虎父无犬子啊！多谢敖大人。石冠同贤揽下天大的功劳，这买卖做得真值。为安平22年，岁次甲辰，大雍与漠北、越颍、东渊、西渊、玉罗五邦达成会盟之意。大雍与五邦同气连枝，共同抵御燕乐侵扰。大雍与五邦永为兄弟之邦，必务协同，树存悠久。兄弟之邦，越颍与漠北是姨甥关系，互称兄弟，岂不乱了辈分？大雍难道要帮着漠北无我越颍不成？这样的盟书，我越颍不签。什么姨甥关系？你越颍公主已嫁给我漠北新任大汗，那我大汗便是越颍女王的妹夫。你越颍女王怎可能再以姨母自居呢？啊！难道是你越颍敢藐视我漠北不成？你两位尊使息怒，此为草案，盟书中如果有词句不当，可随时更改。今日诸位愿意前来，便是认可了这结盟，切不可兄弟戏强，否则定会遭人耻笑啊！哎，你这言外之意是我东渊和西渊一直在被你们耻笑吗？这盟约，我东渊不签也罢。兄弟戏强，本是事实，何惧人言？你们东西院的笑话，我早看够了。何时释放被尔等无辜扣押的我玉罗边民？玉罗，你少在这儿满嘴喷粪！是你们玉罗不守规矩，越界在先。我就知道，你们玉罗根本就不是诚心来和谈的，你们全天脑子里想的除了生意还有什么？做生意怎么了？总比你们西渊的穷鬼强吧？若是刀兵相见，我们西渊何惧于你？论打仗，我玉罗也没有再怕你的。你若胆敢再放肆，我定让你出不了这院门。在下提醒各位尊使，这儿是大雍四方馆，若是胆敢放肆，后果自负。各位尊使，大家先冷静一下，咱们好好商议商议。没什么好谈的，靠他们这些乌合之众来共抗燕乐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告辞。你才是乌合之众，有种你别走。我看这结盟之意不可以办，走了。我们走，我们也走。本来好好的，怎么变成这样了嘛？大漠五邦素来不和，如今聚在一起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便是针对我燕乐。不过他们似乎是不欢而散呐。五邦使者离开时候，仍然争论不休，
不像是达成了什么契约啊。无论如何，得早做打算，传信叶护，向各帮派出密使斡旋。是。等等，这5帮当中，以玉罗和漠北的实力最强，但这玉罗以我燕乐世代为敌，已无转圜的余地。如今，唯有漠北是重中之重，请叶护务必以重力结其心。哼，你不是让鸿胪寺支持你吗？你不是让四方馆全力配合你吗？结果呢？好好的结盟大计，被你给毁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安少卿息怒啊！修义也是无心之失。你不用替他说话，他自己惹的祸，让他自己来担当。放心，无需安少卿多言，我绝不会连累安少卿因我而受罚。你说什么？我做得好的时候，你总是假装看不见；我只要犯一点点错，你就跑过来横加指责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都没管过我，现在也自然不需要你来替我担着。我安修义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自己闯的祸，我自己收拾。哎，你看看他这什么样子？这是认错的态度吗？老安呐，你消消气，他年轻气盛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，元末来了。安少卿，您找我？这会场是你画的吗？哦，是。还是有几分机智啊。哼，谢安少卿夸奖。我知道你很得意，可见你此刻尚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纰漏。还请安少卿明示。两帮使者会谈，需有专门的官员在旁边解释，以确保准确理解彼此之意图。这次会谈，你让东院小吏从中传话，那万一转述失当，或扭曲原意，或遗漏关键，造成两帮误会，岂不悔之晚矣？元末受教了。结盟之事，最重要的是洞察各帮根本利益之所在，然后一击即中。在此之前，任何的小聪明都是白搭。记着，外务无小事。元末记住了。元末，你比你阿爷年轻的时候啊，差远了。既然安少卿都说了，外务无小事，元末的确有一件小事。哎，老安，我猜这个臭小子啊，一定会说流民和红莲社的事儿。是。眼下5帮结盟，怕是一时半会实现不了了，不如抓住这个机会，赶紧安置好各帮流民，争取民心，对日后结盟或许有好处啊。还算有点正事儿。金兆福引老林那个老狐狸啊，哎，早把这个球踢给咱们四方馆了。抓紧办啊，别给我惹麻烦。是。哎，一点正形都没有。今天这件事情，一非京兆府公差，2非四方馆指派，3无我阿爷命令，完全是我尉迟华想替天行道，让世人知晓我尉迟家虽为长乐贵胄，但心里装的都是普普通通的黎民百姓。今天这个忙，你们帮不帮？帮！今日便随我铲平红莲社，出发！是。
门在那儿，你们去哪儿？不是，黄渤，你又来捣什么乱呢？鄂国公有令，今日尉迟府诸将可以随着饮酒吃肉取乐，就是不许出府门半步。这老头子，存心跟我作对是吧？其实鄂公是疼惜你的，找你服个软，说两句好话。做梦！海选相看的时候还没找我算账呢，你想让我求他？就算一个兵都不借我，我一个人也要铲平红莲社。老爷说了，小姐想独闯红莲社的话，请自便。姐姐喝杯茶。哎呀，别生气了。一说这个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阿爷、黄渤、老林他们一个个不是推三阻四，就是给我下绊子。我尉迟华偏不信邪，我偏要灭了红莲社，把刘民都救出来。姐姐真的要去救刘民？那当然，我得让那些官老爷大男人看看，我尉迟华不用他们，一样能做成大事儿。姐姐要去，阿树帮你。你，阿树，加上你，我们一共才2个人，怎么铲平红莲社啊？还不得被那些信众口水给淹死？哎呀，我都想好了，来，你坐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那个我们都觉得他是托的人？好像是叫什么陈信良。没错，我们对付不了所有人，但把他绑来审问个究竟，那还是做得到的呀。说不定就能找到突破之法。有道理。阿树，你真聪明。姐姐，要不要先去找个刘明问问情况？也好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注意安全。对不起啊，我帮你再点上。没关系。我叫阿树，你呢？我叫小娥。我是第一次来，什么都不懂。那你错过了红莲大仙给大伙发钱。发钱？还有这样的好事儿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所以想来看看。我听说今晚红莲大仙好像用仙法治病救人呢。真的？那可要见识见识。供奉，双手偏身，供奉，双手偏身，信种须当供奉，信种须当供奉。不是医生时时生百吗？我现在就要。心若不诚，何故来此？诚心供奉，免衍福祉。供奉。阿叔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阿叔，阿叔，人呢？阿叔，糟了。